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木房子旁边有个小小的偏房，现在也给它拆了。因为这栋木房子昨天我们升起来了之后，之前就给大家说过，木房子它偏移比较严重，也就是往前面倾斜。现在师傅在里面调整。刚才我说的这个偏房就是这块，这顶上呢，之前是搭建了一个简易的偏房，这个位置是一个过道，完全盖住了。现在这边砌砖了。砖的高度要超过这个偏房的位置，所以呢，不拆掉的话，这个位置啊就没办法砌砖。这里呢是一个大窗户，然后上面呢还要做这个窗户的过梁，做工啊很麻烦，所以拆掉了这边之后，现在呢又继续砌砖上去。今天呢，我们也是3个泥工师傅在砌砖，其他的师傅在忙着做另一些事情，我们就来看一看。这栋木房子啊，因为建造的时间比较久，它整个倾斜的比较严重，把整个房子抬高了35公分左右。现在就调整了整栋木房子的一个木框架，相当于把它纠正起来。像这样的立柱以前是往外面倾斜的，现在给它调整，然后就把这些基础的工作做好了之后，我们就准备要往这个屋顶之上放领子了。看这个地面啊，现在也清理的差不多，包括这个2楼的位置，之前是一个竹编的，现在都已经全部拆了。以前这里烤火熏腊肉，这上面呢黢黑的，看这个木架子还是给它保留着，以后熏腊肉还是用得着。昨天下午我们又拉了300个水泥砖过来。这边的砖墙还要砌得更高，所以砖又不够了。整个这栋房子的改造目前已经拉了1000多砖过来了。整个木房子有4个排扇，像这样的3根立柱加上上面的瓜子，算是一个排扇。整个木房子有4个排扇。那这个排扇里，大家来看一下，顶上我们已经全部给它锯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房间呢，我们要给它扩宽，这边呢又是一面砖墙，所以等到我们的砖墙砌好了之后，整个这个排扇就不要了，然后用这个砖墙来代替木板墙，相当于这一间呢，一直就是扩宽到那边砖墙的位置了。以前这一间的开间是3.4米左右，现在差不多延伸到了3.7米，所以之前像这些领子都用不上了，现在要全部换新的。木匠师傅已经在那边做了，这边的领子就要全部放在这个砖墙之上了。现在木匠师傅画的是一个榫头，相当于一边是在这个排扇之上，一边呢是在砖墙里面，所以在排扇也就是立柱木立柱之上要画一个榫头，给它嵌入进去。这是昨天重新又买的领子过来，总共有8根。这个就是已经做好的榫头，也叫做一个公榫。要取一根中线，弹一根末线，把整个这个领子调整一下。其实啊，现在像这样的手艺人在我们湘西这边也不多了，年轻人呢都不愿意去做木匠，又累又脏，主要啊，现在做木匠也赚不到什么钱。现在起木房子的是越来越少，大部分都是砖房了，所以木工的这个工呢是越来越少，基本上都是泥工要的比较多。这边的砖墙是越来越高了。现在搭一个脚手架，方便砌这个砖墙。在那边立了一块木板，拉了2条线，相当于我们的砖墙高度要砌到那块木板的顶上。这个领子大概就是这样子安装的。
看已经全部做好了，现在也放上来了。等到这边的砖墙砌好了之后，要一根一根的安装上去。现在师傅量一下这个窗户的尺寸，马上要装模了。这边窗户要打一个梁。这边的模板装好了之后，马上就可以打这个混凝土过梁了。总共窗户的宽度是2米，高度呢是1.8米。先把底板装好。没了，是那没了啊？没呀，没有。这个卧室的窗户上面的模板已经装好了，师傅他们在底下和水泥砂浆，待会儿呢就把混凝土给打了。这是窗户的一个过梁，然后这边呢我们准备今天下午一起来打，因为2个师傅呢也在这边装模，待会儿装好了之后，把这个过梁的混凝土打好，不影响明天的工作。明天呢我们就基本上房子的基础改造就是这个样子了，里面的木头给它保留了，外面呢改动的是比较大的。当然这栋房子要等到完全盖好了瓦才能够看出它大致的一个效果。在我头顶的最上方，不知道大家能够看得到吧，有3根领子已经嵌入到砖墙里面了。那边最高点就是我们以后盖瓦的，也就是领子摆放的位置，也就是最高点。然后我们这边的墙面呢，像这样的木立柱全部都要给它锯了，不需要了。以后这边领子就直接放在砖墙之上，相当于盖瓦就盖在砖墙之上。这是砖粉加上木结构的一栋房子了。整栋房子呢，这个房间也扩宽了许多，以后这边呢可能会做出2个房间来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整个房间里面还是很空旷的，尤其前后的窗户都留得很大，这边窗户也都全部留出来了，这边的这个窗户过梁也都打好了，背后的砖墙也建好了，整个楼层高度啊也高了许多。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说了，这样的一栋房子干嘛不给它全部把这些木立柱去掉，然后用砖结构来代替呢？其实我的这个表哥呢，他们也是想重新给他用砖房来建的，但是我舅舅就说了，房子建造不容易，想给他保留下来，所以呢，还是尊重老人的意见，能够保留的就保留，我们还是就是说保留木房子的一些原有基础在里面，适当的增加一些比如说砖墙的一个建造。不知道视频前的朋友们，你们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呢？欢迎在视频的下方评论留言。好了，我是石头，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